好，广告前呢，我们预告了这一集要来看俄乌战。其实俄乌战有个案外案，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是瓦格纳军团到底为什么会兵变。那开始，有人比如说武契奇嘛，他就讲说他觉得有外部势力，拜登赶紧出来说，哦，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内部纷乱，我们跟盟友绝对没有参加，一点关系都没有。上次看到这个句型的时候，好像是在北溪管线爆炸的时候，但是后来却被美国的知名记者指控说，白宫你们就知道，拜登你就知道。当然后来白宫这边是言辞否认啦。好，可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大家来讲，就会想看看美国对于这件事情瓦格纳兵变，你们的态度是什么呢？白宫讲说，其实我们不寻求俄罗斯的政权更迭啦，甚至他们的国务院发言人还在讲说呢，基本上兵变当天，他们就已经透过驻俄大使跟俄国的政府沟通，说呢，对于这件事情他们没参与，也不会参与，那他们也不期待说你们的政权有任何的改变。但是这个人讲话了，印太事务官坎贝尔他说，你看看短暂兵变呢，会让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安。那为什么呢？记者在追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没有回答了。大家问说，对啊，这个中国跟这个白宫跟瓦格纳，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会突然跳出一个中国？没人看得懂。好，不管怎么说，到目前为止，其实呢，大家就在问整起事件，美国掌握了多少？毕竟美国大家都知道他们很会做情报，对吧？好，现在呢就传出了他们其实收集了很多有关于首脑叛乱的计划详细情报，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盟友呢都是保密的，甚至他们传出有事前在警告乌克兰的官员说呢，这是俄罗斯内部事务，不要在这种时候去搅局，而且还讲这个消息是外交部长和大使层面上面传达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布林肯亲自去警告泽伦斯基，这一波你不要去蹭，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呢？到目前为止，瓦格纳兵变已经结束了，但是大家就在问，怎么这么快？好，普京他的态度又是什么？他现在又出面讲话了，来看看他说了什么。Благодарю тех солдат и командиров группы «Вагнер», которые приняли единственно правильное решение. Не пошли на братоубийственное кровопролитие.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у последней черты. Сегодня у вас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должить службу России, заключив контракт с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обороны или другими силов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либо вернуться к своим родным и близким. Кто хочет, сможет уйти в Белоруссию. Данное мною обещание будет исполнено. 好，这段谈话呢，其实前后大概是5分钟的时间，是预录播放的，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瓦格纳的首脑普里格金，但他强调的是瓦格纳的这一些士兵们，如果你们想要加入俄罗斯国防部的话，可以；如果你们要回家也可以，我们绝对不会去干涉，而且信守承诺。但是他们的外长拉夫罗夫要问的是，到底西方安全机构有没有介入这一次的事情？开始查咯。好，原因是因为呢，他说他们有看到 CNN 的报道，说呢，他们也知道啦，最近呢有多宗全球的政权更迭企图，好像都跟美国这边是有挂钩的，所以呢，他想问到底有没有外部势力西方国家来介入？那你会问，所以呢，普里格金现在人到底在哪里？现在呢，他现身了，声音的声，人没看到。好，他讲了说，其实啊，他是因为现在呢，他11分钟的谈话，他就强调是抗议示威，我从头到尾都不是要推翻所谓普京的政权。那现在呢，他为什么要出来啊？原因是因为俄罗斯的国防部希望他们从7月1号开始就不复存在，甚至呢还要交出这些武器，停止运作。这个是不是一个起点？所以他的目标是绍伊古吗？绍伊古其实呢，在整起的兵变过程当中，也很多人在问，到底有没有可能造成他也会被换掉？但现在呢，就发现他出现在前线了，在乌克兰特别行动进行区来视察部队前进指挥所。换句话说，他还是很稳的，有可能会留下来吗？那整起的瓦格纳兵变到底留下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回过头来请教介大使，您怎么看？原因是因为这一起兵变，大家开始在问有没有西方势力介入。拜登先跳出来讲，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他当然跳出来啊！如果说他跟这个有关系的话，那俄罗斯就跟他算账啊。对，俄罗斯可是有核子武器的大国啊。这个当然，即使有涉入的话，美国也不会承认啊，对不对？那个这个都是情报工作，这个地下工作啊，很多事情他就做了，永远不会承认啊。历史就过了几十年，他也不会承认。所以这种很多地下工作，就是说他们就工作就是永远不会让人家知道的。所以这个可能最后还是，除非你有直接的证据，那或者说你掌握了直接的人证啊、事证啊，你才能够证明到底有没有西方国家这个安全机构涉入。不过这个拉夫罗夫他是讲是有这个可能性嘛，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的怀疑呢，还是策略性的把这样的一件这个在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啊。能够把这个因素把它归咎于外面，而不是内部的矛盾。可是说实话的话，这一次这个所谓的这个应该算是兵谏或者说兵变或者怎么这个绝对这个不是一个政变了那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说俄罗斯政府可能决定要把这个瓦格纳这一支佣兵部队私人武力把它纳编，对，所以他告诉他们，你们都要跟俄罗斯的国防部来签约。可是据很多报道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跟俄罗斯国防部签约，也就是有一部分瓦格纳的人，那可能俄罗斯国防部不愿意接收。这些人很可能就是那一批这个罪犯。这个部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是这些刑事罪犯这种因为他可以上战场，可以抵消他的这个刑期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可是这些人的过去的记录很难让一个政府把它纳入到正规部队里面。所以我想这也是就是说这个瓦格纳。跟俄罗斯的政府产生这样大的一个冲突的原因，就是收编的过程中收编的这个计划里面不能完全让瓦格纳能够接受，那所以他们就用这种兵谏的方式来表达了。那这里面就是说，也有人说，就是说这个瓦格纳的这个他的负责人普里格金。他本人是代表了一个主要的意见，可是我自己看法很可能就是说，他虽然是瓦格纳的首脑，可是他下面也有不同的这个应该有一些强兵悍将那么他也要让他们觉得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因为如果说国防部的俄罗斯的政府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就地解散了，那他也很难对他自己手下的一部分人有所交代了。所以他才走上这样子一个很激烈的路线。不过最后的结果，我觉得，普里格金应该个人也脱离了一个危险，要不然他可能遭受他自己部队里面的一些激进派的反噬，也可能。所以他现在也脱离了这个暴风圈可以说安然而退了。不过看起来这个瓦格纳这支部队。被整个俄罗斯政府收编这件事情已经成定局了。是。那瓦格纳再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个隐患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大概已经所剩无几了。好，但是呢，美方是怎么样来看这一件事情的？美方他们先讲我们这一件事情是他们的事情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他们要怎么样都可以我们没有要说什么政权更迭我们要在中间做扰动都没有这些事。但是请教赖老师，为什么坎贝尔要突然讲一个让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大家开始有点看不懂，人家有在追问，但他没答，他制造谣言他事实上是在搞认知作战。你看没有多久，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甚至影响到欧洲的一些官方媒体，就在说这个习近平感觉到不安，中国的领导层感觉到不安。你看，全部都是中央厨房已经出动了嘛。那坎贝尔就是中央厨房，他把这个东西要去制造谣言，创造说，哎呦，中国大陆解放军不稳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坦白说，这是一个笑话了，因为讲这种话。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你又知道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他对于红军跟解放军的历史太不了解了，坦白说是一无所知才会讲出这种话来。可是他如果了解国军的历史，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国军有兵谏、兵变很多次哦，李宗仁那时候跟蒋介石之间就很多次哦，所以国军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跟传统，解放军没有。我们只看到张国焘最后带着一支军队往西北走啊。但是他们并从来没有发生过所谓的兵谏或者兵变，这个跟红军的历史完全不同啊。但是我在这边，我倒觉得说，坎贝尔也可以说蔡英文或是未来的赖清德，假设了哈，台独的在台湾的民进党的可能会有点不安了。因为国军不会为台独而战。那如果有人要把台湾带入险境，造成两岸之间的冲突，那谁晓得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我不知道啊。那要问啊，那些台独分子内心里面有没有这么一个底？但是我只说国军不会为台独而战啊，这是我们在军队里面长期以来我们很清楚的这一件事，因为我们怎么可能干背祖忘宗的事情啊？这不可能的事情。美国要整个撇清关系是想当然了。为什么要撇清关系？避免整个战火往北约方面燃烧。你要推翻我的政权，我就燃烧。但是俄罗斯咬了这个东西不放了，俄罗斯咬了这个东西，所以他还没有结案，还在调查中。所以在调查有没有跟CIA 或是跟美国或是跟其他有所勾连？如果有的话，那他们当然就会报复，那情况就往外蔓延。所以我想目前反而比较紧张的、不安的应该是拜登啊。所以我觉得坎贝尔应该讲是我的总统有点不安，北约的秘书长有点不安，现在还在清查有没有谁跟这个普里戈钦有接触啊，有在策动这样的一个叛变。不过我觉得这一支部队啊，它的下场就有4个。第一个，非洲的这个组织仍然存在，因为这个黑手套很好用，还是会用。第二个呢，就是在乌克兰战区的还想留在战场的，就纳入俄国国防部统一指挥。不愿意的就解甲归田。进入俄罗斯的那一支部队，我倒觉得这支部队要特别留意观察，因为这支部队包括普里戈钦，如果未来要将功赎罪，还能够重返政坛的话，那他必须要把这一支部队变成一个灰色的部队，也就是跟俄罗斯无关，但是能够执行普丁所要干的所有的事情的任务。那这个就对未来来讲，对乌克兰、对北约，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一支力量了。来请教一下厉将军。其实这支部队，这是说叛变也好，说是兵谏也好，24小时落幕，我一点也不讶异。因为我们要知道，瓦格纳这支部队军队一定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这是免不了的。不管你这个中心思想是宗教，或者是宗教的信仰，或者是说民族主义，但你总是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这部队才会作战。那瓦格纳这支部队，它的中心思想就是钱嘛，就是我有多少钱，我为了钱我去打仗。各位知不知道这个他们这边在巴赫姆特怎么打的？你知道？他就说，包这栋楼，你们几个人去包，包下来还有10万块这个卢布，打下来10万块卢布，你们去分。然后这几个人大家讲好，我们去打，打完以后他就领10万块卢布。他们打仗是这种打仗，当没有人提供给他这些钱的时候，这底下这些战士他就不会去作战了。第二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不必想得太复杂。我觉得就是这普里戈金跟肖伊古2个人之间的斗争啦，因为肖伊古一直认为说巴赫姆特这个地方战场你早就该打下来了，你不应该搞了8、9个月都打不下来，对不对？提供给你那么多武器、那么多弹药，结果到最后你打不下来，你目的只有一件事情嘛，就是继续叫我俄国提供给你武器、弹药，你囤这些弹药自重。肖伊古是抱这种想法，那个普里戈金他认为说是你就是不给我，所以说2个人早就不和了。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因呢。那后来这段时间是不是有见缝插针？说美国在中间见缝插针，开始去煽勇、去鼓舞，然后叫瓦格纳来叛变，做这种兵谏动作。当然我们未可得知，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原因还是他跟国防部长2个人之间的这种为了战场上面这个资源的一个争夺，甚至于说是为了争宠的一个争夺。但是讲到这个，我就必须要讲说，我们往后面看，最重要的当然对俄乌战争有没有影响？我个人研判是毫无影响。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瓦格纳这支部队在5月份的时候，他已经在巴赫姆特已经打完了，他已经调到后面去整补、去休息，说放假了，在2个月的时间没有上战场。那现在在第一线所有的作战部队，包括到第一线部队，包括到预备队，都是俄军的正规军在作战。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在对于第一线的战场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说是毫无影响。那但是在整个政治氛围上面有没有影响？那当然多多少少总是会有啦，因为不管是普京或谁，心理上面总是会有那种疙瘩。第二个就是乌克兰会不会趁机发动攻势，然后觉得说他可以利用这机会来实施大反攻，然后获取战争，利用他士气的低落来实施反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对整个战局来讲，我觉得战术上面战局来讲影响是不大的。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之后呢，再影响到全球的，有可能是哪里呢？因为现在中方其实呢，开始有好多人去这边来拜会，谈了些什么？等等回来告诉你。好，欢迎回来，带你来看到我们刚刚讲了，到底谁在中国？这个人在中国，纽西兰的总理叫做希金斯，他的访华今天晚上8点40分要在人民大会堂见习近平。其实他这一次来到了北京呢，基本上双方媒体都有在强调说他们想要做的是什么？是贸易。好，特别的是呢，你来看看中方的官媒也发出了警告，说要记住哦，纽西兰每年向中国出口的200亿美元价值是可以成为澳洲等等国家的榜样。在这个时候讲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更加明确了。因为呢，其实双方呢在这一次的会谈当中又谈到 CPTPP， 在中方这边他们已经先递交了他们的申请书，同时呢，在今年7月中的时候，他们要去纽西兰这里来开一个执委会，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来会贸易部长，这个意味呢就更加的深远。那也不只是这个纽西兰，因为呢包括了中越外长，现在呢他们也见面了。越南的外长裴青山呢，他们现在也跟着范明政，也就是他们的总理一起来访中。那他在跟秦刚见面的时候就讲说，他们要深化全面的战略合作。这一连串看下来，都在这个南太平洋这边。那还包括了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啊，其实看着希金斯这回去到了北京，一直都在讲，先说要去中国访问的不是我吗？好，所以他们现在在讲了，说持续安排中，希望可以访中，谈的同样是贸易，说希望呢过往的这些贸易障碍是不是也能够一起来消除？那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其实同样也会有好处啊。贸易看得出来是在这一波很多去中方访问的人，他们呢都在强调的一个重点，希望好好过生活，好好照顾人民。而这个人说他也要去中国访问，那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个是美国财长耶伦7月初压这个时间点，说即将要访中，而且呢又再次看到了拜登要预计跟习近平通话，只是对于这一些讯息，中方都还没有回应，那更别说日期了。这个呢，就是更加不是那么样的准确，知道说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个拜习通话。但是耶伦先告诉大家，在今年呢，他的预期是美国内部可能会有更多的银行寻求合并，主要是他看到了在金融业 Q2 第2季呢，整体的利润是下降的，那当然就会对很多的银行造成了压力，有可能会促成更多的银行金融方面的合并。那有没有可能会有另一波的危机？大家开始打上问号，也说这个时候在访问中国，当然了，他们的整个债务呢又在往上提了。那有没有可能也跟美债有关系？这个都是大家想要问的。你去中国要做什么？毕竟拜登前一阵子，也不是前一阵子，就上个礼拜，才刚刚说人家习近平是独裁者，那这一句话现在又收不回去，该怎么办呢？布林肯则是力挺自己的老板说你知道，我们拜登讲话总是直接坦率，是为我们所有人发声。那然后呢，这样子
有办法去吗？好得了吗？哦，毕竟你们现在也才用芬太尼涉案的原因起诉了大陆公民，让华春莹这中国的外交部这边非常不满 ，Twitter 连7发讲说呢，这个基本上就叫做钓鱼执法。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到目前为止没有正式列管芬太尼啊，那你们要做的不是你们自己的一个毒品管控吗？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全部转嫁说就是中方的问题，甩锅抹黑大陆，真的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而除此之外，也看到了美国近期跟他的盟友之间的互动还是很多，包括了美日韩3国领袖8月底呢要在华府来举行峰会，当然大家说一定就是会讨论中方还有北韩的相关问题，美日韩再聚首，最近呢也要开始来做一些军演等等的动作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南韩呢，你们真的有办法好好的来跟中方讲清楚，你们无意恶化与中国的关系吗？回过头来要请教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希金斯现在今天晚上即将会见习近平？他去中国大陆啊，是应中国大陆的总理的要求啊，邀请。大陆的总理李强这次一口气邀请了4个国家，包括了希金斯，也包括了越南的总理啊，也已经见了面了啊，彼此之间也有会谈，签了很多的协议，还有蒙古国，还有就是巴巴斯啊，我们看到，所以有南太平洋的国家就是纽西兰，东盟的国家啊就是越南，还有加勒比海的啊，还有就是这个跟俄国边交界的蒙古。那这4个国家的总理都来参加的是什么？达沃斯这个夏季论坛，有1600多人参加，里面有这些国家的政府的贵宾，还有很多国家的外交部部长，还有世界上500大的企业的这些CEO，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学者专家也都去参加这个论坛。各位有没有想，在这段时间，欧美的国家是不是又开始在炒作，说中国的经济崩溃论又来了，就不断的炒作，说你看，现在整个欧美的国家都要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啊，说虽然不能跟中国脱钩，但是呢，要去风险化。是。其实去风险化其实就是跟中国大陆脱钩是同义词，就是去中国化。可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的状况是，分担风险这个事情有，例如说苹果电脑或者富士康，他在中国大陆投资，可是他同时也在越南投资，他也到印度去投资，这个是分担风险，这个有，但是并不表示他就不在中国大陆就投资了，相反的。我们看到这500大企业，虽然嘴巴讲说，哎呀，要去风险化，要分担风险，可是他们的投资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没有松手。那也就是说，民调做问卷调查说，那你们觉得是不是应该要离开中国？很多人就讲，60%人就说应该要分担风险，不能够都在中国。那接着再问说，那你们要不要继续投资？结果几乎都要继续投资。那你们要不要走？结果不到10%的人说要走，那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不但要留下来，而且要继续扩大投资，可是嘴巴讲说要分担风险，那就是嘴巴配合政府讲，但是行动继续在中国大陆继续投资，这就很有趣了吧？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嘴巴满足你政府的要求，那你政府不要找我算账，但是我实际上的行为是我在大陆继续扩大投资。继续在寻找标的，寻找厂房，寻找投资的标的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企业界人士非常有趣的事。叶伦要到中国大陆来访问，是。那目前来讲，大陆是说你去问相关的部门，那也就是问这个财政的部门。目前美国很担心，因为中国大陆又开始反卖美国的公债了。对。从前段时间买进来一些，现在又开始反手，又开始在卖了。叶伦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如果继续卖，那叶伦他们现在好不容易争取到债务上限放宽，那美国的政府公债准备要推出来的，那谁来买？总不能靠那一些快要倒闭的银行来买嘛？因为美国的银行美其名叫做银行整并，其实就是银行倒闭潮了。来请教一下介大使。
中国大陆现在面对的最大的外部挑战就是美国的全面的这种围堵政策啦，而且美国过去是希望用这个经贸脱钩来压制中国大陆的成长，可是现在这个经贸脱钩看起来美国自己都放弃了，因为这次布林肯到北京他访问，他事后的记者会，以及事后他在美国接受这个 CBS 记者访问，他都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说美国无意在经贸上来围堵中国大陆，因为美国认为这对他自己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这个布林肯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原因呢，就是美国为什么放弃这个对中国大陆的经贸围堵第一个就是说，以美国之力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胜算。比如说，美国对中国大陆大概3500亿的这个产品那么课征19.5%的关税，事实上并没有办法也遏制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可见中国大陆的产品对美国来讲它的被取代性并不高。所以你即使增加了19.5%的这个关税也没有办法抑制中国大陆跟美国本身的贸易。那美国在这个情况之下，自己的做法都不奏效，他还要希望其他国家一起跟他配合就显得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美国作为一个支柱。所以美国自己发觉他都没有办法单独去影响中国大陆，那么这个情况下，美国的盟友更不会觉得自己有能力跟中国大陆做这种所谓的脱钩断裂。以欧洲来讲的话，他们就发觉美国都无能为力，欧洲干嘛要跟着美国的后尘一起跟中国搞脱钩断裂？所以马克宏是最早讲这句话，他就说我们跟中国大陆不搞脱钩断裂。那么欧盟接着也讲，在今年的3月、4月都一直讲。那这次到了6月美国的自己的国务卿也公开说不搞脱钩断裂，不搞所谓的经贸围堵了。所以这一部分呢，其实的原因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一方面在拉拢欧洲的关系，让美国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大联盟另外一方面还有其他的部分，就是像这种澳纽，像东协，像这个俄罗斯、中亚5国，还有中东基本上还是跟中国大陆维持很密切的经贸关系。所以呢，这个大局之下，你就看中国大陆它经营全世界的关系的原因，还是希望能够抵制，能够抵消美国对它的造成的这种孤立造成的伤害。所以中国大陆从今年开年开始就是积极外交。那你看，一直到了今年年中，同时有4个国家的元首是在中国大陆访问。那基本上我觉得大的目标就是破除美国对它的孤立。是，来厉将军，这个美国用这个芬太尼用钓鱼的手法，这个就是要起诉我中国公民。这芬太尼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讲起来有点，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像有一天假如我吃太胖了，就回去骂我老婆说你做太好吃了，害我吃那么胖，说对吗？对不对？我可以少吃一点嘛。那现在就芬太尼其实它是一种药物。当然也有可能被提炼成毒品。现在最糟糕的是美国自己本身，它全世界人口只占5%，可是它芬太尼的使用量是占到全世界80%，所以是那个华春莹讲没错，是中国自己有管制芬太尼这种药物，是美国自己没有列管。那美国为什么没有列管呢？因为美国的这个药商，其实在他们的国会里面是有很大的那种游说的一个团体，他游说那些团体，让美国国会没有办法立法来管制这个药物滥用的这些情形。譬如说医生他就可以随便开，不需要用处方签，他就可以买得到。我想如果说有到美国去，你到他的这个大卖场去的话，其实他那个止痛药我上次去看吓一跳，止痛药一罐一罐好大一罐的，里面大概将近数百颗，一罐一罐摆在那里卖。那我也不晓得那什么药，因为那个英文我们看不懂嘛。但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止痛药？我记得陪我去的那个朋友还跟我讲一句话，好，这个是止痛药里面的 LV 级的。那我现在听起来很可怕，我觉得是不是里面就有芬太尼这种药物成分在里面？然后他们那些毒贩来讲，到最后不是毒贩了，就是吸毒者来讲的话，当他没有毒品可以吸，他鸦片买不到，海洛因买不到的时候，他会不会去买这些这个止痛药过来以后，然后因为他不需要处方签，他就可以买得到，他在大卖场他就可以买得到，买完了以后他们自己来提炼出来
精炼的这种芬太尼这种毒品打击在身上。其实往年大概这段时间，美国自己统计它每年大概因为这种芬太尼药物使用过量而死亡的人数超过6万人，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燕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玉乾老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李正吉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现在呢，很多中医界的人开始在问。凭什么？好，什么意思？这其实是牵扯到他们一个中医会训，那就是呢，很多的台湾的中医师他们就会加入这个中医学会的会员。好，结果呢，现在加进去之后，他们就会收到会训啦。以往的会训呢说，其实应该是一位中医泰斗巫水生来题字落款“中医会训”这4个字。结果这几期发现怎么变了，变成是赖清德提的啊！怪还怪在说这4个字“中医会训”竟然没有换字啊，只是从巫水生变成了赖清德。他就在问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要变成人家的竞选文宣了吗？他们就说啦，其实呢，每一个中医会员他们都有缴会费啊，到底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要不要说清楚讲明白？好，现在呢，到目前为止，大家就在讲是不是眼中只剩下选举？毕竟呢。赖神曾经讲什么？赖神他曾经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说，台湾有很多公共建筑啊，旁边会有落款，然后会写市长谁谁谁。他说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原因是能够来建这座桥或是建这一个道路，基本上呢都是百姓的纳税钱，所以他不做这件事。但现在却是抢了中医泰斗的风采，那到底是不是回力镖直接打在自己身上，被觉得吃相难看呢？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台湾也要另一个讨论，以及请赖清德讲清楚的，就是到底你当上总统之后，青年会不会上战场？赖清德讲法是说基本上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会是职业军人，所谓的义务役呢，我们都是在防守这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不会前往主要战场。好，可是呢，现在却也有人发现了，说如果是拿行政院的方案。这个强化国民全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来看的话，义务役呢还要支援主战部队，甚至呢还要守海岸。那请问一下，这一些真的我们的海岸到战时不会是战场吗？赖清德，你要不要讲清楚？而吴钊燮呢，则直接告诉我们了，其实现在他对于两岸之间，我们台湾应该很有信心。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呢要跟澳洲这边来要求更多的接触跟合作，什么合作？看是不是能够有系统性制度化的情资共享。局势评估，甚至还欢迎他们的武官直接派驻到台湾。那知道的人就说，这话能这样讲吗？退休情治官员直接告诉吴钊燮，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千万不要讲出来啊，因为讲出来就没有了。所以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都在问。好，毕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8架次的共机已经闯进我们的24海里线了，而所谓的24海里线，就是我们在中线失去之后呢，还有再往前捅进了一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空中的3线、2线没了，那再来就是12海里线了。我们真的都不需要有一些相对应的作为吗？再下来就是抵近侦察了。我们台湾空军、国军到底我们的目标作为会是什么？台湾现在呢已经变成了美中之间的一个筹码了吗？好，主要原因是因为布林肯在访华的这段期间也被透露，《华尔街日报》讲的说呢，其实北京有直接的告诉他，了解一下美方对于台湾大选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态度。那布林肯这边就讲了讲说呢，他们不会介入啊，等等等，甚至他们要刺探的很明确，就是你对于赖清德的立场。而布林肯呢，现在就在讲说呢，这样一件事情，他们不表态之外，其实北京这边呢，就直接说影响的会是中美关系哦，因为赖清德独派出身，有可能会让两岸更加紧张。两岸紧张，美中怎么可能不影响？甚至呢，现在
也在问，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因为《华尔街日报》又进一步报道说，赖清德是在8月暑假的时候要去美国过境，甚至呢还要熟悉跟华府之间的运作合作模式。好，这件事情呢，直接的讲，大家也直接的问，总统府的回应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计划，还说有计划会告诉大家。但是要注意的是，如果说美方在对于中方的讲话是这样，对于我们的讲话是那样，他如果中立，他如果不选边的话，那我们台湾要小心了，会不会变成人家的筹码之一呢？毕竟现在美中之间确实是在较劲，不然的话，当这个越南的总理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到底雷根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访岘港呢？好，我们的亮哥讲法是说，基本上啊就是做敦睦外交啦，因为呢现在的越南确实跟中方不管是总书记或总理都是比较好的，所以不可能去做军事对峙，但是做个敦睦外交，甚至维持良好关系，应该就是美方想要做的事情。南海这边也不想要失掉任何一块。不过回过头来请教介大使，对于台湾来说，线下的选举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而这个选举呢，大家就在问中医会训，就这么一个题字，竟然也要变成他的文宣哦。这个我觉得这个等于就是公然的盗窃别人的墨宝嘛。你如果想要用自己的题字，那你中医会训4个字你自己来写啊，对，这种方式就公然的这种怎么讲呢？这是一种偷窃的行为啦，而且是公然被这个大家抓到啊。那我觉得不论如何的话，应该欠这个原来写这个字的中医泰斗4个字的巫水生先生啊一个道歉，对。那另外一方面，对中医协会也应该要做一个道歉，因为这个是会员提出来的。那这个实在是，我觉得选举的奥部看了很多，像这种方式，这种公然盗窃别人这个题字的这种行为啊，实在是我没有看过。我觉得台湾这个赖清德应该出来啊。如果是确实他做的话，应该要出来道歉了，要不然要给一个说明啊，要不然真的是教坏下一代，然后也让别人看到我们这个选举的风气怎么坏成这样子啊。那么这一点小便宜都要用这种那种偷窃的行为来做，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赖清德最近对于台海的这些很多的这个说法还有这个青年人这个当兵的说法，他都没有站在我们人民的角度上来看，对，他都是讲对方如何，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像教育部现在就是说只要念3年书当兵比较重要，赶快去服1年兵役这些社会都引起哗然的这些事情，他都没有出来一个说明。那其实这个对他选举也不利。那是不是反映他的心态呢？就针对准备跟大陆好像在战场上见面的感觉然后蔡英文这个过去7年多花了我们纳税人将近200亿美金这等于6000亿台币买的武器也没有送到那这些事情他如果要做了总统，他是不是要继续要这样干呢？对，这对台湾的安全有什么帮助呢？对，现在人家讲说避战已经不足以这个缓和两岸之间的这些目前这个兵凶战危，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想办法降低冲突，然后呢降低紧张，然后呢用谈判，用怎么样？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的这些目前的这个紧张的关系。这样子，现在已经很多外资都不来台湾投资啦。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台湾本土的资金现在也有外流的情况这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啦。那你一再还要用强硬的方式来面对两岸越来越这个紧张的局势的话，那你就是火上加油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你最后你就说，那就年轻人都上战场嘛？我觉得这个部分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作为啦，这会让他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更怀疑就是说
真的是票投啊，赖清德啊，台湾变战场，这个啊，现在他自己的作为都不断的在坐实这个。那现在他也应该制止一下像吴钊燮这样子的作为，这个作为是极不专业的，很多事情是不能拿到记者访问的时候公开对别人喊话的，这就表示你跟澳洲政府之间没有沟通和管道，你才会透过媒体去对澳洲放话。人家用这种方式用威逼人家啊，这个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啦，只会让台湾跟澳洲的关系啊开倒车，不会往前走的。人家不怕你的啦，你用这种公然喊话对方施压，这个不是外交部长的作为啊。这外交部过去都很专业，怎么会沦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强买强卖的一个人的作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是外交部出来的，我觉得真的是看了感觉的很心酸呢。其实我们在看到他今天就说喊话澳洲的时候，就想到了美日印澳啦，美日韩澳啦，澳洲之外当然就是美国了。来请教赖老师，因为现在呢，《华尔街日报》先是说台湾大选已经变成布林肯访中的一个关键话题，然后再说，他8月要过境美国，要熟悉与华府的合作，这两相对照，到底美方立场是什么？您怎么看？我觉得大陆也想要知道说，这个美国有没有介入台湾的选举，有没有特定的候选人是支持的，特别是对于赖清德的态度是什么？那我想在对话中都在试探对方的一个态度啊。那当然，现在赖清德就是一个验证的，也就是说验证美国人跟北京那边在讲的时候是讲了什么话。因为赖清德如果过境美国的话，那他是怎么样的过境的一个方式？大家就会跟其他的过去的人跟现代人彼此之间有没有一个比较啊？由于赖清德现在有现职，就是副总统这个身份，所以他到美国去的情形，那就跟柯文哲跟侯友宜是不一样的。柯文哲跟侯友宜就是一届的平民，他们是总统候选人没错，但他们是一届平民。那因此他们当然侯友宜是地方的首长市长，可是事实上这个影响并不大，因为他并不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所以他到美国去访问，他可以拍拍照，他可以到处各地方去走。但是副总统就已经涉及到国家主权的这个身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到美国去访问，中国大陆就一定会看他的规格是怎么样，然后他们会去推断判断你美国对台湾的选举的态度。其实台湾的民众也在判断这个，我想其他的候选人也都在判断这件事情，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那我个人是认为说，以现在的局势来看中美台三角之间的关系，台湾能够起的作用跟空间其实是越来越小。这个还是跟我们的政策有关。蔡英文他完全倒向美国的时候，台湾就没有空间了，就是美国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蔡英文他基本上就没有任何说话的这个空间跟余地，那也没有办法像马英九时代的时候，他可以在两边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回旋那蔡英文是完全没有空间。所以你看，美国要你吃什么就吃什么，美国要把台积电拿走就拿走，美国要你买什么就买什么，美国要卖你什么你就必须要买什么，然后你完全没有可以说话的余地。我想这个就是你完全依赖一个国家的时候的下场，一向就是如此。吴钊燮的一个讲话基本上来讲这种大嘴巴，其实台湾跟有军购来往的国家，其实穿便服的军事人员住在台湾早就存在，我们住在海外也早就存在。那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军事上的这个合作的关系，所以需要有军职的人员。然后但是因为我们不方便，所以都是着便服在海外工作，那国外也是在台湾也是着便服在台湾工作。这种事有需要大声嚷嚷这样讲出来吗？彼此之间大家都在运转，都是这样在转，那为什么一张嘴要把这个整个系统都把它弄坏我个人倒觉得我对赖清德有意见。您刚刚有提到了，就是我们中医的泰斗对，这个吴水生大师，他是一个贤能的人，在中医界是很受到尊敬的人。你怎么可以把他的墨宝，你怎么可以把他的题字就换掉，换上你自己？这
不对的嘛。人都会走的，你今天在位置上，明天你可能会卸任的。但是当中医很尊敬的一位先贤，他把他的墨宝写下来，大家都只认这个，然后你把它抽换掉，这是大不敬，而且也不尊贤。一个要选国家元首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不尊敬贤能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万万要不得。好，这样的一个品德，真的是太不好了，要改进了，要认错，要道歉，要赶快让这一位这个中医界的泰斗，他再回来中医会训，而且这份会训要整个回收，整个要再回来，我觉得这个要赶快弥补啊。好，其实呢，在赖清德这个部分，我们也想要请教将军哈，因为很多人都在问说，真的像赖清德讲的那样吗？赖清德的讲法就是说，如果说两岸真的战争不幸发生的话，那主力部队是职业军人，那义务役呢，绝对不可能到前线去打仗，不会前往战场。可是大家开始在拿出政院的方案出来看的时候，就直接讲啦，看起来就在海岸这边来固守，那战场不是在那边，那难道那个时候的海岸是海水浴场吗？你要知道，现在共机是已经闯进我们24海里线了，我们也都没有讲话，我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规划是什么？赖清德他如果说是对军事，要不然就是对军事完全的外行。对，你当到副总统对军事完全外行，那也不对，对不对？你怎么副总统对军事一点都不知道？第二个，要不然就是你知道你是故意撒这个大谎来骗老百姓。其实我跟你讲哈，可能大概女生不知道了，所有当过兵的都知道。不要说我们像我们这种军官，只要当过兵都知道，这个新兵结训以后分发到部队是按照缺员来补充的，没有分说是你到哪个部队哪个部队。我跟你讲，他有可能到主战部队，也有可能到后备部队。主战部队里面也需要这些义务役的士兵，有一些低级专长的，譬如说步枪兵，对不对？现在234师啊，234旅、333旅这些主战部队，他也缺员了。他缺什么？他缺的步枪兵啊，缺弹药兵啊。这些义务役的士兵结训以后就到那边1年的时间，你去搬弹药总会吧，对不对？打前面地线在打仗，你在后面帮忙运送弹药，或者是说这个伤口的包扎或者是说这个步枪兵。这个不需要很久时间，2-3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训练出来，所以他有可能到主战部队去。另外守备旅是什么样的人去呢？是后备动员部队的人去那边比较。所以说赖清德只要民进党当选的话，不是7年当炮灰，是全国都炮灰。因为后备军人也要上战场，后备军人是到后备部队，那5个旅是后备动员的部队，是去那个地方负责守第一线，到时候反击跟主力部队来共同用。另外讲说共军越中线不是，它已经接近24海里。是24海里，我跟各位讲什么概念啊？空军紧急起飞，那空军飞行员上飞机之前，他要先去尿泡尿，对不对？他上了飞机，他没办法尿尿，所以他要尿尿。那这24海里就代表说他还没尿完，人家第一机已经到你机场了，就这么快，24海里2分钟。以现在的超音速战机来讲的话，那个紧急起飞战斗飞行员连尿泡尿的时间都来不及。就紧急到这种程度。是，到底呢？到这个两岸之间，美中台之间，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一些关系？再等等广告回来，我们只要看到的是，因为呢，现在大家都觉得两岸兵凶战危，战场实际的状况会是什么？等等带你来看俄乌战最新发展。